社交小技巧。你可能是个不善社交的人，我也不是。这本书的作者斯科特·亚当斯原本也不是。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比较内向、害羞，不会交际，特别是在公开场合，别人都是三三两两聚在那儿聊天，好像彼此都认识，只有你谁都不认识。你想加入讨论，却又不知道该说些啥，只好自己坐在角落里，显得特别不自信。那么，你需要重构。亚当斯提供了一些实战技巧，而我觉得那些技巧背后有几个基本规则。你真正要学的不是社交技巧，而是理解他人。你要充分理解几个关于人性的很浅显的规律，就能在社交场合游刃有余。咱们这么想，其实社交没什么难的。如果你聪明到精通一门专业技术，怎么可能就搞不好社交呢？下面我们由浅入深，一边加强对人的认识，一边学习技巧。我们对人的第一个认识是，其实人很容易被影响和摆布。有一个催眠师和心理学家熟知的影响技巧，亚当斯称之为假因为，真假的假，因为所以的因为。我查了一下，这个效应是在1978年由一个叫埃伦·朗格的心理学家发现的，学界称之为因为启发式。他是说，当你请求别人做一件什么事儿的时候，哪怕你给一个不能算是理由的理由，也能大大提高别人的顺从度。这个经典实验是这样的，你拿着一份文件去复印，复印机前已经站了一个人，按理说你应该排队等候，但你想插队。实验测试了以下3种请求前面的人允许你插队的方式。第一种方式是你直接说，我能不能先复印呢？那么人家凭啥让你啊？有 40% 的人会表示拒绝。第二种方式是你说，我能不能先复印？因为我特别着急。这似乎也是个说得过去的理由，结果只有 6% 的人拒绝你。有意思的是第三种方式，你说，我能不能先复印？因为我需要复印。你看这不是废话吗？本来你就是要复印呢，但你猜怎么着？拒绝你的人也只有 7%， 跟有正当理由的 6% 几乎一样。仅仅是因为你说了因为这个词，这就是人性的一个侧面。人的认知处理是非常自动化和低效能的，以至于一听说有理由马上就顺从，也不管那是什么理由。亚当斯非常喜欢用这招，说有 90% 的成功率。比如你跟朋友吃饭，你想抢着买单，你可以说，这顿饭必须是我请你哈，因为你2个月前刚过生日。亚当斯甚至用这招帮助了一些强迫症患者。所谓强迫症是说你明明不喜欢某个行为，但是你又说服不了自己停止那个行为。比如洁癖就是一种强迫症，每天反复洗手，他也知道这不好，也不喜欢洗手，但是他总担心手不干净，停不下来。那么亚当斯给的建议是，你可以像下面这么重构，与其说我必须继续这种行为，否则就会有不好的事儿发生，不如说我不再需要这个行为了，因为少就是多。Less is more， 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？其实没有意义，纯粹就是找了个不是理由的理由，但是特别好使。亚当斯在商业会议上常用这句话，他先提出一个建议，然后给个理由，因为少就是多，然后大家就会同意他的建议。少就是多这句话好就好在它听起来像是佛陀说的，充满禅意，可以用在任何场合。我还听说过一个实验，找一群大学生在街上随便找陌生人借手机，说我能不能借你手机用下，我要打个电话。所有大学生都大大的低估了别人同意把手机借给他的可能性。现实是，只要你那个请求不是特别麻烦，别人通常都会倾向于答应你。理解了这一点，你就有充足的底气。接下来我们来说说怎么和陌生人聊天。关键是要有自信，与其说自信是与生俱来的，不如说是通过练习获得的。斯科特建议把陌生场合重构为，假设现场每个人都处在社交尴尬之中，他们正等着你这个社交达人去化解尴尬。这就引出了我们对人的第二个认识，人们关心的是自己，而不是你。陌生人尤其如此。不要担心社交尴尬，其实你的尴尬没有人在意，别人关心的是自己不尴尬。只要别人都在尴尬，你就无需尴尬。其实这个道理我们早就说过，哪天你上班把扣子扣错了，哪怕你鼻青脸肿的去逛超市，也不会有人注意到，大家都在忙着注意自己。
有了这个基本认识，你就可以学习从低到高的3个聊天技术。第一个技术是问别人关于他们自己的问题。开场很简单，你只要微笑、眼神接触、握手，介绍自己的名字，然后问对方的名字，然后重复一遍对方的名字表示重视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寒暄生活琐事了。你可以问，你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啊？你住在哪儿啊？你有小孩吗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？等等。可能很多人会说，别人会不会认为这是隐私啊，不愿意跟我说呢？不用担心，现实是人们很愿意回答关于自己的简单问题，而你只要倾听就好。凯文·凯利不是说吗？即使你什么都不说，只要你仔细听，人们就会认为你是一个很好的交谈者。第二个技术是自我介绍，你总需要讲讲自己，平时准备几个关于自己的小段子，最好具有自嘲属性，还要有娱乐性，随时抛出来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我亲眼目睹他用同样的段子向不同的人介绍自己很多遍，但是因为他讲得很有意思，我每次听都觉得很好。第三，也是最高级的技术是表演。社交水平差的人总觉得我要做自己，不管跟谁都用同一个方式表达，这是错误的。你不应该用跟小孩说话的方式跟警察说话，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对话风格。最厉害的风格具有一定的表演属性，要点是模仿对方。亚当斯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同学跟大学的行政人员聊天的时候，故意表现得自己也像个行政人员一样，旁观者都觉得好笑，但是那些行政人员却感觉很舒服，觉得这个人特别有能力。你要演的像是对方的一员，别忘了，模仿是最好的恭维。最后我们说说怎么跟人更深的交流。对于这个话题，我们的第三个认知是，你得知道人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。按理说每个人都知道自己需要什么，那你推己及人就应该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呀。但现实不是这样，人们往往不知道别人需要什么，这非常奇怪，但是只要点破了，你立即就能知道。那下面我们先说别人不需要什么。别人不需要你的建议。你看人家不会做事，做得不好，你说我给你个建议，那么这个人尤其是成年人，很可能会立即切换到防御姿态。你给他建议就是暗示你的地位比他高，用中国话说这就是爹味儿，用英语叫 mansplaining。 有很多社交指南建议我们不要给别人建议，但是不给建议似乎也不对，因为你确实想帮助对方，那应该怎么办呢？一个办法是提供信息，只有信息供对方参考，没有建议。如果他用了，他会自己得出怎么做的结论，那是他自己的决定，所以他不会反感。一个办法是帮助对方捋清思路，你无需评论，就让对方给你解释他是怎么想的，他自己就能发现思维过程中的矛盾之处。还有一个更常用的办法是给同理心。其实很多情况下，人们并不是真的想解决问题，他向你抱怨只是为了获得你的支持和共情。斯科特10几岁的时候曾经在一个度假村做前台工作，他的一项任务是处理客人的投诉。老板告诉他一个秘密，其实很多问题根本就是无解的，而大部分客人投诉并不是想解决问题，他们只是想抱怨一下，抒发情绪而已。所以老板弄了很多张表格，有人投诉，亚当斯就特别认真地说，您发现了什么问题？您说好，我填表格登记一下。于是客人就会说一大堆，非常满意的离开了。至于说那个问题解决不解决，已经不重要了。而人们最需要的东西是赞美，这非常不合理，人人都想得到赞美，而且赞美又是如此容易，可是世界上的赞美却是太少了。如果你能随时发现别人的闪光点，随口送出赞美，你不但立即提升了双方的关系，而且点亮了对方的一整天。赞美是零成本的，而且你真不用担心把对方给说骄傲了。亚当斯说他今年65岁，这么多年天天赞美别人，从来没有产生过副作用。与其说赞美是虚伪的，不如说不赞美是近乎不道德的。还有些需求则不应该被满足。社会有些所谓个性很强的人，特别喜欢整天怼人，甚至专门 PUA。对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呢？斯科特说，与其说那是强烈的个性，不如说这些人有毒。
他们是另一种类型的理性人，他们的目的非常清楚，就是想从别人的失败中获得优越感。对于这样的人，应该直接拉黑。这一讲说的技巧其实都不复杂，背后的原理也很简单，但是真的这么做的人真的不多。其实这一切的关键只有一条，那就是学会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，会转换视角，是智慧的开始。我们接着说斯科特·亚当斯的《心智重构》这本书。今天是第4讲，上一讲说的是与人相处的一般关系，这一讲说亲密关系。跟陌生人、同事、熟人乃至朋友相处，虽然也有困难，但本质上是轻松的，因为你可以随时抽身离开，那更像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局面。但是跟家人可就不是这样了。从谈恋爱开始，每个人都只有一个恋爱对象的名额，人家凭啥把这个名额给你呢？然后约会、结婚，两个人从普通关系升级到恋人、夫妻关系，这种紧密的连接会带来大量的问题。分手你会伤心，不分手你又难受，更何况如果有了子女，那就不管怎么样，他们永远都是你的子女。可如果他们不听你的话，反对你，你又能如何呢？正所谓朋友可以选择，家人无法选择。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此事古难全。我们且看亚当斯如何重构这些关系。我先说明一下，我理解亚当斯这部分内容的默认读者是男性，这里基本上是异性恋男性视角，可能有些说法会让女性不满，他说的不一定对，但是你兼听则明，也许能激发思考。先说求偶，我们专栏多次说过，找对象是个数学问题，亚当斯说的更激进一些，所以不一定对，但重构本来就是只问有没有用，不问对不对。从数学上讲，如果你的目标只有一个人，要指望他正好选中你，那是个概率很低的事情。人家只有一个名额，比你优秀的大有人在。但如果你重构一下问题，想象全世界这么多人之中，能不能找到一个条件不错的，他还恰好认为你很有吸引力，那几乎是必然的。所以找不到对象就要扩大搜索范围。征婚广告作用不大，那都是一些指标。我们专栏在讲赛斯的《别相信直觉》那本书的时候说过，成熟社会的人结婚没有专门盯着指标的。如果你的指标不属于超强，你的魅力就必须在真实接触中展现，那么你应该给自己创造条件去多认识人。你可以加入一个俱乐部，参加某一个体育活动，或者到社区做志愿者，实在不行多换几次工作。因为你只需要找到一个人，所以你不需要像明星那样取悦很多人。事实上，明星也不可能取悦所有人。最受欢迎的音乐家，全世界也只有 10% 的人喜欢。不过，你也需要把自己的基本面搞好。对找对象来说，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性吸引力，这意味着你要展现一定的遗传基因优势。优势有通用和特长两方面。通用优势是身体，这意味着你要经常锻炼和健康饮食。有一位女性告诉亚当斯，30岁以后的男人只要有个正经工作，还经常健身，他就已经排到了男性吸引力排行榜的前 20%。如果这个人还能注重一点时尚，搞搞发型，他就是前 10%。所以你看，也许女性要凭长相脱颖而出比较困难，我们男性的外貌竞争那可是一点都不激烈。特长方面，你最好会一点体育或者文艺本领，不用特别精通，展现基因优势就好。我听说比较精通能吸引异性，过于精通只能吸引同性。同时，可能有些女性会对智力基因感兴趣，但亚当斯的经验是，千万不要期待太多。关于结婚之前谈恋爱这段时光，可能一般人以为这就是体验爱情的美好，有些人则认为是对婚姻生活的演练。所以有人说，热恋中一定要2个人一起出门旅游一趟，朝夕相处，让缺点和个性充分展现，看看能不能磨合。有些情侣旅游回来在机场就分手了，那其实也挺好，无非说明不合适。但亚当斯却提出了一个更厉害的重构。来听这句话，恋爱中点点滴滴的小事儿，其实是双方，尤其是女方，在设定控制权。你必须得非常小心才能通过测试。比如一个经典场景是女方问我，今天我们去哪个餐厅吃饭呢？如果你立即选定说我们就去这家吧，
他可能会说，你这个人怎么不照顾女生的感受呢？这不是独断专行吗？其实潜意识中他是抱怨你不接受他的控制。那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我不选了，你说去哪儿就去哪儿，我都行，这个行不行呢？也不行，这说明你拒绝承担选择的责任。万一今天这个餐馆不好，岂不是要女方背负全部指责吧？亚当斯的母亲当年语重心长地告诉他，当别人征求你意见的时候，其实是想让你分担出错的责备。亚当斯的洞见是，女人总是希望伴侣同时满足两个要求：第一，你必须有决断力，敢负责；第二，你必须接受他对决策的支配权。你说这岂不是矛盾吗？亚当斯的这个洞见解决了我多年前的一个疑惑。我有一个好朋友，人特别好，非常聪明，喜欢军事、计算机技术和经济学。他爱上了本专业的一个女生，去向别人表白，结果被拒了，他极为苦恼，就找我和另一个朋友帮他分析。我们俩也不太懂啊，另一个朋友干脆直接打电话给那个女生问，说你到底为什么不喜欢我哥们儿呢？那个女生的回答是，因为你的这个朋友全无心机，他喜欢的男生必须是有心机又不用心机。这句话超出了我的认知。你要知道，当时心机这个词还很新鲜，我心想这要求也太高了有本事还不用，这不是少林寺扫地僧的境界吗？你这样的人到哪去找呢？读了亚当斯这一段，我才恍然大悟。所谓有心机，是说只有这样，这个男生才能不在社会上吃亏；而所谓不用心机，其实是不能对他用心机。那你说如何满足这样的要求？亚当斯的答案非常简单。如果讨论晚上去哪儿吃饭，你立即给女方提供2个餐馆作为选项，彰显决策水平和责任担当，然后让她从中选一个，表示承认主权。很多人认为婚姻是爱情的结果，或者说是找到灵魂伴侣，但亚当斯认为婚姻是一个承诺。我们专栏讲过《纽约时报》专栏作家戴维·布鲁克斯的观点，他也认为婚姻是承诺。当然你要找个自己真爱的人结婚，但是爱情这件事儿，不管你想尽什么办法去经营，也会慢慢的变淡。我们前面讲了习惯化的作用，其实不只是习惯化，你周围的每一个人，你的朋友、同事，包括陌生人，都可以只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你，唯独你的配偶没有这个选项，他必须暴露所有的面，包括最不好的一面，这很不公平。时间长了，你会觉得周围每一个人都比你的配偶好。所以只用爱情维系婚姻大概是行不通的。传统社会婚姻有经济约束，毕竟男女分工不同，一个家庭总要有人狩猎，有人采集，有人赚钱，有人养家。现代社会人们变得越来越独立，特别是女性越来越独立，婚姻就面临很大的挑战，这就是为什么现在离婚率很高。亚当斯认为25%左右的人非常喜欢婚姻，他们不需要专门维系，而对多数人来说，婚姻最大的好处是确保你不孤独。亚当斯对婚姻的重构是下面这样的：与其说婚姻是找灵魂伴侣，不如说婚姻是找到一个承诺做你终身伴侣和保护者的人，而承诺的价值会随着时间增长，而不是降低。你要是从这个角度考虑，婚姻就是跟一个重视承诺的人一起找到爱。当然，爱很重要，但是现实是一个人很容易爱上附近另一个人，所以你更应该关心的是这个人是否重视承诺。好了，现在你终于结婚了，而且有了孩子。家长们的共同体会是，小孩在10岁以前是最可爱的，他们只提供可爱，没有烦恼。他们非常相信家长的话。我儿子4、5岁的时候，我跟他说我曾经是一个士兵，上过战场，他也信以为真，还问过我几次关于打仗的事。我女儿一度认为我曾经是个海盗，但是10岁以后慢慢进入青春期，他们有了自己的脾气，就开始跟你对着干了。在这个时期，如果有一个外人用客观中立的视角观察你们，他会认为家长和子女是权力与反抗的关系。你的出发点肯定是好的，但是你自己也分不清，你到底是为了给孩子赋能，还是只是行使自己的控制欲。你总想控制，人家当然要反抗。
但是对孩子搞自由放任肯定也不对。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亚当斯没有亲生的孩子，但他的前妻有一个儿子作为他的继子。亚当斯对继子有些管教，继子也有些反抗，但最终两人关系处得很好。继子喜欢打鼓，后来不幸很年轻就去世了，亚当斯就专门去学习打鼓来纪念他。亚当斯把教育青少年子女这件事儿重构成了证明权利合法性的局面。孩子为啥应该听你的呢？你的权利从何而来？第一是来自责任，这是你的孩子，你得保护他，你有责任正确的引导他。第二是来自能力，谁都承认青少年的大脑还没有发育成熟，而中年人的头脑正处于人生的巅峰状态。那我一个中年人给你一个青少年提点建议，怎么就不行呢？你要是这么好好讲，孩子按理说是可以接受的。当然你们还是会有冲突，这是因为孩子的天性就是着重于眼前的快乐，而你更习惯从长远角度打算，这是个内在的矛盾。那么亚当斯说，这里也需要重构。我们专栏在讲亚当斯的《以大制胜》那本书的时候，提到过一个特别厉害的说服力技巧，叫先同步后领导。特朗普很善于用这招，先在情感上给你同步，说没错，我也这么想，咱们是一路人，完了之后再引导你往他想要的方向走。这本书里亚当斯又讲了类似的一招，叫拥抱和放大。比如孩子想玩，而你想让他学习，你要先拥抱，你可以说完全可以玩啊，因为你应该快乐，我给你，咱们是自己人啊，你快乐我也感到快乐呀，我完全支持你快乐，这是拥抱。然后放大，然后对孩子说，但是你知道吗，我在乎的不仅仅是现在的你，我还必须为未来的那个你负责。我认为将来的你会感谢现在的你听了我今天的话。你讲的诚恳一点，孩子能明白为什么你要让他做这个选择。与人相处总有很多酸甜苦辣，但我们必须相信人本质上都是好的，更何况是家人呢？虽然如此，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，身处局中也不能只讲情感没有理性，说什么我这都是为你好，你怎么还辜负我，那种话没意义。你得适应用更清醒更客观的方式思考人际关系，你得学会从别人的角度，从全局的角度，从系统的角度考虑问题。亚当斯很少直接引用最新的科学研究，但他这个随时能跳出来重构局面的本领绝对是科学精神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